作为英国海军唯一的远程防空主力舰，英国45型驱逐舰是全球首批批量服役的全电推进主力驱逐舰，单舰建造成本高达60亿英镑。从纸面性能来看，防空实力稳居欧洲舰艇第一梯队。很多人看过45型的参数表，会觉得这款战舰性能先进，战力拉满。但熟悉这款装备的军迷都清楚，它最广为人知的不是作战优势，而是难以根治的设备故障。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这款战舰只能停靠在港口维修保养，6艘舰艇很难同时编组出海执行任务，常态可用舰艇数量仅有1到2艘。今天我们用不一样的视角聊一下45型驱逐舰的真实水平，看看这款曾经引领技术潮流的战舰为何会出现纸面性能和实际战力严重不符的情况。由于老式42型驱逐舰的防空雷达存在大范围的探测盲区，对低空掠海飞行的导弹识别响应速度极慢，舰艇近程防御系统火力不足，面对超音速、超低空突防的反舰导弹，几乎没有有效的拦截手段。对于依赖远洋作战、航母编队作战体系的英国海军来说，缺少可靠的远程防空舰艇，就意味着航母编队在远洋部署时始终面临着极大的空中威胁。于是，英国海军就启动了新一代的防空舰艇的前期研发规划。核心需求非常明确，就是打造一款具备远程区域防空能力，能够拦截超音速反舰导弹和高空高速空中目标的专用防空驱逐舰。这就是45型勇敢级驱逐舰的由来。项目研发初期，英国军工团队摒弃了传统的舰艇动力设计、雷达布局和供电系统，大胆采用了大量全新技术，目的就是为了打造一款技术代差领先、防空能力拉满的新一代主力舰。21世纪初，45型驱逐舰正式问世，凭借隐身舰体设计、全新的垂直发射系统、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全套电力推进系统，迅速成为欧洲军工圈的焦点。当时不少行业评测和媒体报道都认为，45型驱逐舰的整体技术水平超越了同期的美国伯克级驱逐舰，尤其是全电推进的设计，代表了未来水面舰艇的发展方向。只是谁都没有预料到，这套看似领先时代的动力系统会成为困扰45型驱逐舰10几年的核心顽疾。45型驱逐舰所有的故障问题的核心根源都集中在它搭载的 WR21 中冷回热燃气轮机和综合电力推进系统上。这套动力系统由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主导研发，是当时民用军用船舶领域最先进的电力推进技术之一。整套系统摒弃了传统舰艇的机械传动轴、变速箱等结构，依靠燃气轮机和柴油发电机组发电，再通过电力推动电机带动舰艇航行。这种设计的优势非常明显，机械结构大幅简化，舰艇航行噪音更低，燃油经济性相比传统动力有着明显的提升。同时，舰艇内部无需布置复杂的传动结构，空间利用率更高，也为后续加装高性能的舰载武器预留了充足的电力冗余。在低温海域环境下，也就是英国本土常年活动的北大西洋海域，这套动力系统的运行状态十分稳定，完全能够满足日常巡航、编队航行、战术机动等各项任务需求。但研发团队在设计阶段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考量失误，直接造成了后续无法挽回的装备缺陷。WR21 燃气轮机的中冷散热系统设计余量严重不足，这套散热设备仅适配低温低水温的海域环境，无法适配高温海域的作业需求。一旦舰艇进入地中海、波斯湾等热带、亚热带海域，海水温度突破25摄氏度，散热系统的工作效率就会大幅下降。散热不达标会直接导致燃气轮机工作温度过高，运行工况持续紊乱，整机输出功率出现大幅波动，进而造成舰艇的整体供电电压极不稳定。为了保护整套电力系统不被高压、低压电流击穿损毁，45型驱逐舰搭载的智能配电系统会自动触发保护机制，切断全舰电力供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全舰断电黑屏。对于一艘现代主力驱逐舰来说，全舰断电是极具致命性的故障。电力中断的瞬间，舰艇的相控阵雷达会直接停止运转，失去对空中海面目标的探索锁定能力，舰载防空导弹无法发射，近程防御系统彻底失效。与此同时，舰艇的通讯系统、导航系统、消防系统、内部通风系统都会全部瘫痪。一艘数千吨级的主力作战舰艇会直接丧失所有的作战能力，漂浮在海面，成为无任何防御能力的铁壳平台。很多关注这款装备的观众都会有一个疑问，
从首次出现断电故障至今10几年的时间过去，为什么英国始终无法彻底修复45型驱逐舰的缺陷呢？其实核心原因主要分为2个层面，一是技术设计的先天短板无法后天根治，二是配套工业体系衰退导致维修升级能力不足。首先是技术层面的问题，45型的故障不是零部件的磨损、程序漏洞这类可以后期修复的小问题，而是动力系统底层设计缺陷。WR21燃气轮机的散热冗余不足是硬件结构设计的固有问题，要想彻底根治，就需要重新调整燃气轮机的结构，升级整套散热系统，重构舰艇配电布局，工程量几乎等同于重新研发一套动力系统，成本和工期都是英国海军无法承受的。在无法根治核心缺陷的前提下，英国只能采取折中整改方案，为每一艘45型驱逐舰额外加装3台应急柴油发电机。这套设备的作用非常有限，只能在主燃气轮机断电跳闸之后，紧急为舰艇提供基础电力，保证核心设备不彻底瘫痪。既无法解决主机高温失效的问题，也不能彻底修复舰艇的作战能力，仅仅是避免舰艇彻底失控失联的保底手段，属于典型的治标不治本。其次是工业配套层面的问题，这也是最关键的原因。英国本土的船舶制造和军工配套产业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持续萎缩。当年负责建造45型驱逐舰的造船厂、配套零部件生产厂商，大部分已经倒闭或者转型，完整的军工供应链早已断裂。目前的舰艇维修所需的部分精密零部件已无法实现本土自给，只能依赖跨国采购，采购周期长，成本高昂，且零部件的适配性无法100%保障。抛开常年存在的动力故障问题，我们客观理性地拆解45型驱逐舰的硬实力。这款舰艇并非徒有其表，它的防空作战能力放在全球同吨位驱逐舰中依旧具备不错的竞争力。45型驱逐舰搭载的桑普森有源相控阵雷达是欧洲自研的顶尖舰载雷达之一。这款雷达采用双面旋转阵列设计，具备优秀的目标探测、跟踪、锁定能力，对高空高速战机、超音速反舰导弹、小型低空目标的识别精度极高，抗干扰能力也优于同期很多传统舰载雷达。搭配舰载的紫苑15近程防空导弹和紫苑30远程防空导弹，能够构建多层防空拦截体系。紫苑系列导弹搭载矢量推力发动机，末端机动变轨能力十分突出，针对各类空中来袭目标的拦截成功率相对稳定。舰艇配备48枚单元垂直发射系统，全部用于装填防空导弹，专职负责区域防空任务。在近海、中远程的编队防空任务中，能够有效拦截多批次的常规空中目标。单纯对比防空这一项核心能力，45型驱逐舰完全能够达到欧洲顶级、世界一流的水准。综合来看，45型驱逐舰是一款特点极其鲜明的专项型舰艇，单一的防空作战能力可圈可点，但综合作战能力、多场景适配能力、体系适配能力都存在明显的短板，只能适配低烈度、常规化的巡逻和防空任务，无法应对现代化的高强度体系化海战。45型驱逐舰出现的种种问题，不单只是单纯装备的技术故障，更是英国海军现阶段装备体系发展困境的集中体现。曾经的英国海军拥有完整的造舰产业链、充足的军工人才储备和稳定的军费支撑，能够自主研发、批量建造各类先进舰艇，支撑全球远洋部署。但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军费持续收缩，英国的船舶军工产业逐步走向萎缩。从装备发展的角度来看，45型驱逐舰是一次比较典型的技术探索尝试。在全电推进技术尚未成熟的年代，大胆将其应用在主力驱逐舰上，试图提前抢占技术赛道，这种研发思路具备前瞻性。但过度追求技术领先，忽略了装备的稳定性、可靠性和环境适配性，最终导致先进技术落地翻车。一款纸面性能先进的主力舰沦为故障率高居不下的问题装备。但这也印证了现代军工装备研发的核心逻辑：军用装备的核心价值是稳定可靠、适配实战，而非单纯的堆砌新建技术。任何设计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实用、耐用、适配作战场景的基础上，脱离实战需求和工业基础的技术突破，最终只会沦为华而不实的摆设。整体梳理下来，45型驱逐舰算不上一款失败的装备，但绝对是一款生不逢时、优缺点极度失衡的主力舰艇。它的防空硬实力、
舰艇设计理念依旧能够代表欧洲舰艇研发的高水平，但先天设计的动力缺陷、落后的配套体系、有限的军费支撑，彻底的限制了它的实战价值。在和平时期的常规巡逻、编队训练、低烈度的任务中，经过整改后的45型驱逐舰能够勉强的完成本质工作，撑起英国海军的远洋防空门面。但一旦面对复杂的远洋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它的动力短板、体系短板都会被无限的放大，可靠性不足的问题会直接影响整个编队的作战安全。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对于45型驱逐舰，您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请在评论区里聊一聊。请订阅我，下期节目更精彩。